这本书啊，这本书就是上回我在一个那个微博那儿说的那个笑话，就是来自于这本书，就是说斧头帮，当然说他的原词儿没有那么幽默啊，我给他改的幽默一些。然后呢，我就说斧头帮如果开了个店，那个店叫什么名儿？叫 Photoshop 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这里头当然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啊，原来说的没有我这个像个笑话，因为这是一个诗集。这本诗集叫做《一颗苹果宣布成为星球》啊。然后呢，这里大部分诗都很无聊啊，也许是我觉得无聊啊。我因为看书啊，什么听音乐啊，看电影，反正这个就是我们眼睛跟反正我觉得视觉是充满偏见的一个感觉，因为你看见的。因为我上回看一本书，上面写着一个词儿，我当时看完之后我都快哭了，叫做视觉盲区。就是说他之前就是他们做过一个实验，就是说这儿有一个大象，但是当你在一个位置，就是说这儿有一个大象，他们以前做过一个实验，这有一个大象那么大一个东西，但是你只要在一定的那个角度内，你这么着看前面的时候，你是看不见那个大象的。然后呢，它后来变成了一个魔术的方式，这个叫做视觉盲区，就是。因为我当时看见这个词儿之后，我非常的震惊，因为我常年，因为你知道，当一个艺人，尤其是像我这种啊，就是长得也只有长得帅，不是也没有多帅，然后呢，然后时候又长，有时候很多时候你都感觉活在大家的视觉盲区里，因为你无论你多么努力的做任何的事儿，然后呢，你感觉别人都看不见。然后呢？但是你感觉有一些人没有干什么，然后他们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？然后，所以当然说这是一种非常偏见且不对的想法。但是当时我看见那个词儿之后，我觉得哦，原来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视觉盲区。也许我有很多时候我的作品还有我的一些东西，正好写在了别人的视觉盲区里、听觉盲区里。然后，但是不重要，那个区万一有人去呢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打开了那个门之后，结果一堆人发现，哇，原来这个区里才是真正的好东西，我就开心了。谢谢各位，我要给我自个儿掌声鼓励一下。行了，你们都住那个区对不对？好了，谢谢各位啊。好，我们来说什么？这本书叫做《一颗苹果宣布成为星球》。来，你们就住那个区，行？那小区物业便宜啊，行，你去吧，行，你过去啊？你怎么过去啊？然后这里头，也是大部分都无聊，但是有一些呢，我写了，我没写，但是我上回拍照片了。好，咱们来挨个读啊，有一些还行，我上好像拍照片了啊，因为它都是很短的诗，就是里头都是很短的。你看他这诗啊，反正有就是没劲，就是这种诗我给你读一个。他说这个诗叫做生菜，生菜熟了也叫生菜。爱人不爱了就不是爱人，生菜比爱人靠谱而且脆。这什么？当然说也许是一种意境，微臣不懂，好吗？但是有一些写的还是不错。这首诗就写的特别好，这首诗叫做《花》。他说，大家听这首诗，反正我觉得好，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感觉啊？来，大家听听这首诗，这首诗只有4句，花落下的时候，我还结巴什么呀？这是真的是，花落下的时候没死，风捡起了花，又丢下，花才死了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来听听，这本不错，这句还是不错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花落下的时候，它没有死，是风捡起了它，又把它丢在地上了，所以它才死了。有深意，有那味儿，对不对？好诗，好的。然而，你看看这本书呢，就是高低跌宕的一本书，下一页就非常的垮。这个诗叫做《北方》，爱情让你想起那些投入热水、奋不顾身的饺子，滚烫柔软，争先恐后举起了投降的旗帜。也还行，但是它不走我这块儿，好吗？我这区没进去，行，缺的，非常著名的网上有一句话叫做"女朋友"，那首诗就是来自于这本书。女朋友
像一首诗，你不能跟一首诗讲道理。嗨，偏见。好的，好的。然后，那么我们，但是这句话我在网上看过啊，所以才有了这本书啊。反正他也写了一堆很奇怪的诗。你看这种叫做《往日时光》这个诗，叫做蝴蝶夫人说，做毛毛虫的时候，老娘我也是个软妹呢。什么？对，真的是啊。好，我们来下一个。好，就有时候这个从嘴里真的说出网络语言的时候，就会吓自个儿一跳，说我在干嘛？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？好，反正大部分诗都很无聊。哦，这本书特别但是这个不准确，但是我对这首诗特别有感觉。来，各位听好了啊，这本书这首诗的名字叫做《春的最后一夜》，春天的春啊，春的最后一夜。他说，诗开始了啊，五月是春天的大龄儿童，而6、7、8月拉着手，就不许他当夏天。就感觉特别的，但是说5月，让我查了一下，5月好像也可以是夏天，但是这个感觉大家自我体会一下啊，就是说5月是最大的春天了，已经是，但是6、7、8月一起拉着手说，就不许你当夏天，就是感觉这首特别靠谱，哎。就不知道哈，就是说，就跟上回我看另外一个诗集也是，他说，就有一些事情就是很奇怪的，就是在于，也许你也很瘦，也许你身材非常棒，但是呢，有时候就是一个时机的问题。那个电梯就是因为你一进去，嘚儿它就响，然后呢，你就得出去，然后别人都坐满了，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么点事儿，是不是？那个时机跟最后那一点非常重要。好，这个还行啊，我们来。为什么开始气咖？没有原因。气咖，气咖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进入下一首诗，好吗？反正这个诗集有一些还行，我们再来读3个，好吗？你看他有一些自以为的幽默吧，其实也不是，就是很冷，但是说还行。比如说这首诗只有3句话，叫做升天啊，一人得道，鸡犬都可能变得很好吃。这什么呀？好的，哦，这首诗我非常喜欢。这首诗叫做《文学梦》啊，《文学梦》。上回我从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诗集里头，我怎么净看这些歪诗？就是，然后那个笑话就是从那儿说的，说如果他说的是如果天文学家死了会变成什么？不是一个文学家死了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天文学家，所以我给改成了一个文学家坐飞机就变成了天文学家。我在干嘛？ Oh yeah。 好的，这是个什么特效？还在笑话别人，别人说一人得道，鸡犬都变得非常好吃，跟我那个文学家坐飞机变成天文学家有什么区别？哎，真的是，好，但是我很欣赏这个，我很欣赏下一首诗，这首诗我非常喜欢，这首诗叫做《文学梦》啊。这首诗是说鸵鸟埋首创作，于是沙漠里多了一首诗，叫做藏头诗。就是这个特别金琢磨，说这个鸵鸟埋头创作，于是沙漠里就多了一首诗，叫做藏头诗。所以说下回我们就可以说笑话，说谁是最这个世上谁是最擅长写藏头诗的？那当然是鸵鸟，因为他把头经常藏在藏头诗，可以。这个梗可以，是不是？还可以。我非常不喜欢梗这个字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，因为我一直认为笑话叫包袱，但是说你这个梗特别棒，我每回听见这样的话，我都觉得但是我写这首歌叫做世上梗最多的歌，你看看，
我不喜欢的事儿，并不代表我不喜欢，好吗？因为我不喜欢的事儿，也许马上我就该去做了。好，我们再读一个啊。他还有一些，反正也是自娱自乐的诗，比如说这首诗叫做《垂帘》，没有听正啊。然后呢，他说那个掀起盖头我就跟你过了，掀起刘海我就跟你离了，这什么呀这是啊？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因为也不能说每一个都很好，有的还是很酷的。但是你看他写的这首诗吧，就非常的，这首诗叫做《小夜曲》，就也还行，但是就是读完之后没劲啊。大家可以鉴赏一下，也许你喜欢啊。然后这个斑马线是沉默的钢琴，为错身的路人演奏着无声的乐曲，没劲。好，下一个，这首诗我非常喜欢，这首诗叫做《自我》。苏打水约的人没有来，后来他已经不生气了，于是他就不再是苏打水了。好事。苏打水，好，这个不错，是不是？因为苏打水就是因为他是自我，就是苏打水如果不生气了的话，他就不再是苏打水，就是哇，好酷，没听懂是不是？没，就是说有的人，你是不是？就说苏打水约了个人，他没有来，这跟小菜一盘小菜，后来他被端走了是一，不是，他不是个冷笑话，好吗？就是说，有的人，我理解的啊，我 understand 的这个 meaning， 就是说，有的人可能，比如说，有的人他不喜欢苏打水，但是您本身，您这个人，大家都在说我们要做自己，也许你就是个汽水，也许你就是个苏打水，也许你就是个醋，也许你就是个甜水，对不对？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觉得，比如说我是苏打水，然后别人。我命里就是苏打水，比如说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别人跟我说你不要老生气，然后呢，我后来不生气了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是我了，因为我已经不是苏打水了，明白吗？其实是这个意思啊，但是我理解的啊，我也许人家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然后我是听者有心了啊。好，我现在翻到那个上回我借鉴的那个笑话啊，我看一眼。因为有很多时候，我在台上说的一些笑话，还有什么那种笑话，都是我瞎看书啊，人也不是那么写的。我看着，我就看成我自个儿的一笑话了，就是所以说，还有的时候有一些东西我给记错了，就把它记成了笑话，也是很神的。我来看一眼啊。这个也好，这句话这个也酷，但是这个我要留在以后节目里说。然后那个，等会儿啊，我喜欢而且我还喜欢这个，大家咱们来听听这首诗啊，这首诗叫做《愿望》，这首诗叫做《愿望》，愿望，开始了啊，对不起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一颗耳背的流星说完呼啸而去。喜欢这首诗，一颗耳背的流星，对不对？说对不起，只能靠你自己了。一颗耳背的流星说完呼啸而去。喜欢这首诗，好。大家如果后边可以买这本书，但是就是这，然后它其中有首诗我不方便在这念啊。这首诗叫做《人生几何》啊，那个还是那个我是看这一本书的时候唯一看这看乐了啊。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首诗啊。行了，不想看了，找不着了，没劲。下一本。好了，应该不会买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要跟各位说一下，因为我这个人买书，其实看书也是有非常有讲究的。我从来不看有故事的书，我不看任何有情节的书，然后
我只看这些只言片语、自说自话、胡说八道，俺的就是那种心理还有思维方式的书。我不知道，我这个人可能就有一种，因为大家发现，比如说我说笑话，或者你们看我那个吐槽大会啊，或者脱口大会，我讲故事也从来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也不知道我就是，但是它是有意思的，就是我非常的不喜欢逻辑性跟连贯性，就是我喜欢东西全是那个四处闪光的，你明白吧？就是说我不喜欢，因为我连电视剧都不爱看，我不喜欢连贯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就是，所以我也基本上不看小说，因为首先我也记不住什么情节，就是东一句西一句的。然后呢，他们经常能让我觉得，我在看书的同时，是感觉我在跟别人聊天，我在跟他对话，然后他的每一句话，也许都会让我引起一种思考，因为我可能觉得这就是因为我这个人相对非常，我是一个非常，也许就是说所谓我很自我，因为我不喜欢被任何一个东西带着我去看它，你明白吗？就是说，我觉得我看任何一个作品的时候，我都觉得那个作品跟我是有对话的，就是说，好像是，就是我能跟他讨论这件事儿，对，好，累不累？累不累？这就是睡不着觉的原因，怎么回事？好了啊，行，对，我是跟书聊天的，就是因为我看书的时候呢，我基本上不看书啊，我也不爱看书。然后，但是我爱看书的时候呢，就是在飞机上，因为飞机上也没别的事儿干啊。然后呢，只能看书。然后还有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看看书。平时我也不会说找一个风景优雅，点一杯咖啡，在暖暖的阳光下，存在那里温馨的看一本书，那不是我，好吗？有那功夫我就去拧我的钮去了啊！我就去做歌去了。然后我只是为了，但是我偶尔会因为那个最近就是又开始迷茫了。然后我就买一本书，我觉得每一次我迷茫的时候，就是因为我饿了，就是我上回说过呀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观点，我总是觉得就是说我有时候迷茫，就是因为我脑子还有我的思维又饿了，或者是说它又没有营养了，是怎么着？我也不能说没有营养，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感觉就没劲儿了，然后所以我就要买一本书或者几本书，然后我去看看，然后呢，但是基本上。也不是每本都能看完啊，有的看个前言，有的一本书这么厚哈，有的我刚翻开这一页，就是作者简介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已经烦了，这是什么破简介？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看看呢，就会让我觉得，就是我好像我的思维方式又能那个又饱满了一点，又精神了一点，哎呦喂！但是呢，这就是想得多。其实不看，好好过你的日子也没什么事儿，